黑神话：悟空第3回的动画《夜生白鹿》，这是隐藏在游戏中的动画神作，也是最高级的佛学辩经。好好一首三界四周，为什么却叫做屁？金蝉子说黄梅倒果为因，倒转的只是人心吗？黄梅让生灵涂炭，为什么满天诸佛的裁判下赢的却又是黄梅？以及金蝉子和黄梅辩经辩的到底是什么经？又为什么辩经失败导致金蝉子转生为唐僧呢？大家认安，我是阿冉。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黑神话悟空里的难念的经。我会用35分钟的时间来讲这部5分钟的动画。剧情看似只是一个黄梅祸害人间的故事，但假弥勒却不止黄梅一个，而是有3个。游戏科学造了一个大包，把黑神话悟空放在里面，让玩家们到里头悟上一悟。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悟一悟黑神话悟空。很多玩家都忽略了这一回动画的前情，也即黄梅为什么下界。在天命人刚进小雷音寺时，黄梅就有一段台词：很久以前，我与金蝉子还是同门。而这一句台词其实就是这一回动画的前情。读过原著的都知道，金蝉子是如来佛，也即释迦牟尼佛的2弟子，而黄梅呢是东来佛祖弥勒佛面前私庆的黄梅童子。弥勒佛和释迦牟尼佛都是佛教的三世佛，数三世佛，过去世的燃灯佛，现在世的释迦牟尼佛和未来世的弥勒佛。西游记里的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后的第10世肉身。西游记原著中有提到，如来说：圣僧，汝原是我之2徒，名唤金蝉子，因为汝不听说法，轻慢我之大教，故贬汝之真灵，转生东土。而黑神话悟空补白了原著这一段金蝉子的轻慢。黄梅的台词中透露了一个信息：金蝉子的轻慢是质疑了如来的统治地位。他说：凡诸众生皆有慧根，何以只有你我高高在上，其他人就只配磕头烧香？这是这场辩经的正方观点。而黄梅呢是反方观点，众生有佛性，但是众生愚痴，不见佛性，所以需要佛去救世，去普度众生。既然佛救众生，众生当然要跪拜佛，所以黄梅才会有那句经典的台词：既见未来，为何不拜？那现在我们可以还原一下动画之前的前情。如来讲佛法，金蝉子质疑，黄梅与金蝉子辩经，辩的经是佛与众生平不平等。金蝉子说佛与众生都有佛性，佛性平等，众生与佛平等。而黄梅则说众生愚痴，不见佛性，必须由佛救度拯救。于是诸佛以人间为道场，叫黄梅下界去证众生愚痴，需佛普度，这才有了这一回的动画。所以动画的一开场就是满天诸佛，这里云的形状是佛像的形状，象征着佛教里的10方佛，他们高高在上，他们冷眼旁观，他们是这场辩经的裁判。黄梅的弥勒降世由此开始，我们也正式进入动画的第1小章难念的经。在诸佛的注视下，黄梅第一人称视角在下落，这是降世的过程。注意天气，雷电交加，雨水积木，是一个雨天，而且雨水做的是落到屏幕的效果，有点打破第4面墙的意味。这个雷电非常的反常，因为接下来下界是日落长河，大晴天，怎么来的雨啊？反常吧，反常就有譬喻，这个譬喻是什么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黄梅掉入海中，泡影荧幕，譬喻也在此点出。开头的雷电打到脸上的露水，还有掉入海中的泡影，这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那句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一开始就念经了，这还不算，看到这儿你已经身处轮回。下一个镜头，梦幻泡影之下，黄梅身在海里，这是什么海呢？苦海。苦海来自佛陀开示的4圣地，苦集灭道中的苦地，是说世间一切因缘和合，变化无常，但是世人执着无常为常，生出种种苦报，脱不了轮回。而这茫茫无边的生死轮回之苦，就是苦海。如果你足够细心，你会发现这部动画就是一个轮回，它有着强迫症一样的对称关系，开头的每一个镜头，结尾都有呼应，一如轮回。我们来看一看，第一个镜头是满天云佛，轮回开始，
而最后一个镜头是诸佛入灭，轮回结束。第二个镜头是如露如电的雨天，而倒数第二个镜头佛光普照的晴天。第三个镜头是苦海无边，而倒数第三个镜头是回头是岸。第四个镜头是黄眉为弥勒降世，而倒数第四个镜头就是金蝉子真菩萨涅槃。假弥勒降世入真苦海，真菩萨正果脱苦轮回，这也是轮回。这也点出了佛教的最大教义：跳出轮回，脱离苦海，才能够涅槃成佛。好，经还没有念完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黄眉下界之后，第一眼是苦海，而第二眼是三只鸟。三只鸟隐喻的是佛教的三宝，即佛宝、法宝和僧宝。我们简单来讲，就是诸佛、佛法和僧团。要特别说的是，三宝是大乘佛教的基本教义。这里我们就要插播一下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。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有什么区别？最大区别就是小乘佛教只专注自我解脱轮回，证得阿罗汉果，但是大乘佛教除了自己成佛，还要普度众生。菩萨已得涅槃，但为度众生，甘心留在轮回里，这就是所谓的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。而在大乘佛教里，普度众生靠的就是这三宝。汉传佛教是大乘佛教，有弥勒降世见人间净土的信条。黄眉下界就是要做这个佛教版的弥赛亚。动画到现在只放了15秒，但是大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全出来了。注意这一幕的云是手形，和黄眉的手仿佛在合十，云端诸佛的手和黄眉的手是合十的，诸佛和黄眉是同谋。当玩家正期待宝相庄严的黄眉出场时，黄眉却以一个全裸的丑东西现身了。明明要伪装弥勒佛，为什么黄眉要把自己搞成这个丑样子？黄眉是象鼻子，象通象，隐喻的是佛教里的象。在佛教的教义里，象是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可以体知到的外在，但是象并不是本质。着相是一种迷，佛教里最大的着相就是偶像。比如黄眉这个伪佛，看似是佛，实质是相。真佛是空相，但是伪佛却着相。让黄眉长成这个丑样子，就是正什么？正众生愚痴，不见真佛，把相当成了佛。即使这个相丑陋无比，但是迷信的加持之下，也还是会让众生顶礼膜拜。我以为我已经看破了游戏科学的心思，直到我读到了白居易的《墨评赞》，里头是这么写的：墨者，象鼻、犀目、牛尾、虎足，生南方山谷中，侵其皮必温，图其形必邪。象鼻、犀目、牛尾、虎足，这不就是黄眉吗？后来黄眉被肢解时，制作组还特写了每个部位，而且还是专门的定格镜头，只是太少儿不宜，所以一闪而过。当你注意到这个细节，真的会感叹游戏科学你也太细了吧。黄眉的真实原型是墨，而墨还有一个名字叫石梦墨，每石一个梦，身上就会长出一个泡，这也是黄眉身上长满泡泡的原因。那些泡就是梦，就是梦幻泡影，到处都是禅机，到处都是佛理啊。这也就说到了佛教的另一个概念幻，梵语就叫做摩耶，也即一切事相皆无实体性，都是幻。黄眉集中了佛教的相和幻，幻是假象，但是在佛教里又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。游戏科学的佛学造诣真的非常非常的高，他们给到黄眉的隐喻不是简单的伪佛，而是一切有为法。从画面一开始如露亦如电，到落到苦海里如梦幻泡影，再到他的形象既幻又像，全都在指向《金刚经》那一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所以后面就一定有一句等着，当作如是观。开头出现的黄眉隐喻一切有为法，而最后出现的金蝉子隐喻应作如是观。一开场黑神话就念了一大串的经，但接着佛经中断，一张网网住了黄眉，短片也进入了第二小章末法伪经。在苦海中的伪佛黄眉被网住，抓到了岸上。这里的网又是在黑神话中非常关键的意象。如果大家都玩过了这一关，玩到了下一关猪八戒的罗曼史，就会听到下一回的 BGM 戒网。在黑神话里，网所隐喻的就是戒。那什么是戒呢？戒是佛教三无漏学之一，三无漏学也就是戒定慧。
在梵语里是施罗，是波罗蜜的一种，也即渡得彼岸的方法。但是在汉语里的戒还有另外一重意思，也即梵语里的皮奈耶，这个戒就是戒律，也就是猪八戒的那个八戒。猪八戒和紫珠儿那一回的 BGM 叫戒网。我知道有不少人吐槽这个名字太土了，好像是在对网瘾少年的规劝，但在我看来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。这里的戒就是两重戒，猪八戒守了戒，因此得斩断情丝，剐了情，弃了爱。但猪八戒成佛又是由戒入情，以一种剐情的至情见性成佛。戒是施罗，也是皮奈耶，这两种戒的纠缠编织成网，也是猪八戒的成佛之路。黄梅这儿出现的网，又是把猪八戒的男女之情拉到了更高的维度，也即菩萨对众生的情。不过这个话题实在太复杂了，等到我们后面讲到猪八戒那一章再好好细说。总之，这是网这个意象第一次出现，它是父神的网，而这网呢，又是众生附上的。苦海之上几叶扁舟，但舟不渡人。世间衰乱，末世镜像，连降世的神佛也逃不掉被末法众生当成唐僧肉给煮了吃，直接添柴烹饪。而我们所看到的末法时代的众生，一个个面黄肌瘦，神情麻木，与互联网大厂996的打工人无异。衰世的饥荒不独在肉体，也在精神。尽管路上经过的石窟里还有佛头，但是已经被抹去了面目。这也是佛教里所说的末法时代，就像阿富汗炸毁巴米扬大佛。在末法时代，众生哪里还有信仰？精神早被凿空，能填进去的只有欲望。云上诸佛看着不语，我们以诸佛的视角看着动画里的众生，亦如诸佛此刻看着我们。这是一个信仰幻灭的世界，一个精神空虚的世界，是需要弥勒降世去拯救的世界。于是假弥勒黄眉开始了他的救世。黄眉做了5样神通，第一是财富，虎爪划过肚皮，肚皮里都是珍珠财宝。第二是健康，衰弱的小孩吃了黄眉的灵丹，瞬间生龙活虎。第三是美貌，黄眉的口水是半老徐娘的玻尿酸。第四宝石，黄眉龙吸水，天上钓鱼来。第四是安居，黄眉以法力建房，而百姓也为黄眉立庙。庙上的对联是负荷众生受大苦，今入长乐无为处，出自弥勒受觉经，暗示黄眉此刻已经成为了救世弥勒佛。财富、健康、美貌、宝石、安居，这5样是众生所求的5样福气。直到我们今天，大家想要的也是这5样：想财富，所以搞钱；想健康，所以撸铁；想美貌，所以医美；想宝石，所以吃；想安居，所以买房。但是呢，又比我们现在少了一个高考。中国人的福气里怎么能少了高考考上985呢？这就是细节。唐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，是金蝉子的10世肉身，而汴京时金蝉子还没有转世，1世30年，10世就是300年，也就是说当时是公元4世纪，是东土大晋，而科举制是到东土大隋才有，所以这里没有高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，起码严谨打到弹幕上。黄眉救了众生，成了弥勒佛，世间也一片生平祥和，佛教兴盛，但一切厄运都早已埋下伏笔，而这个伏笔就是苦海上的一叶扁舟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，黄眉在龙吸水时有一艘渔船被吸上了天，转头就变成破碎的木板，救人时亦杀人。这个细节也道破，黄眉是为了救世而救世，他没有慈悲，他不是佛。而在短片中，黄眉的罩兜上画满了象征权力的龙，人们对黄眉的崇拜只是对权威的崇拜，而不是信仰。黄眉的成佛是迎合了人性的贪嗔痴，最是愚民身为佛，伪经泛滥，长夜漫漫，终于贪嗔痴3害杀出。动画也进入了第3小章，夜生白鹿。这回动画的名字就叫做夜生白鹿。很多人把白鹿理解为白色的露水，但其实并不是啊，白鹿指的就是月亮，与佛光普照的太阳相对，隐喻着佛性的泯灭。画面也点出了这层深意。苦海之上，夜生白鹿，众生怀着贪欲，等待弥勒的赏赐。看似是弘法的盛世，实则弥勒早死。僧众和俗众都双手合十，但脸上的鬼光又分明是各怀鬼胎的暗示。黄眉知道是时候来正众生愚痴了。划破肚皮，珍珠四溢，官员们一边嫌弃穷人臭，一边称重分发珍珠。
即使黄梅到处散财发钱，但这世间却是穷者愈穷，富者愈富，钱越多，社会越不公平，而这也就成了众生是佛的根源。破衣烂衫的穷人里，一个青年满眼贪恋，他的欲望被黄梅注意到，于是黄梅施法，青年陷入迷狂。这里衣襟被悬空提起的细节，就是暗示黄梅作弊了。青年抽刀划破黄梅肚皮，珍珠散落。三界四周的吟唱开始，贪嗔痴杀盗淫，诸魔登场。最初是被压迫的穷人，接着是维持秩序的官差，再接着是佛教的僧侣，最后是不懂世事的小孩。所有人都开始撕碎黄梅这只食梦墨，争夺他身体里的幻梦财宝。食梦导致因果混乱，众生看不清因果，也终陷入迷狂。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馋酒、耽乐、贪眠、纵欲，一一上演，各种细节太多，尺度也太大，我们无法一一详说。这里只说一个细节，在这场末法狂欢中，穿插了各种海洋动物被肢解生食的场景，和之前黄梅暴饮暴食遥相呼应。刚才是黄梅在吃它们，现在黄梅成了食物。而这其中，尤其一幅画最具有象征性：海底里落水的马被鱼群分食。这里的马象征什么呢？不是象征黄梅啊，而是象征众生。佛教里讲心猿意马，众生的意马在这苦海里被自己的贪嗔痴这些鱼群分食，也终于人只剩下了心猿，回归到原始的动物。一番混乱迷狂终于结束，镜头急速上拉，我们又回到了诸佛的视角。而这个小小渔村此刻却分明是宇宙的星图，海岸线是星河，而篝火是星体，仿佛诸佛在开口说：世界本就是这样，人本就是这样，众生愚痴。在诸佛的裁判里，黄梅已经赢了，众生真的愚痴，所以要佛拯救。夜生白露看似凄美，却在提示宇宙最原始的规律：人是动物。而在黄梅死后，人们又回到了末世，就像《红楼梦》里所写，陋室空堂，当年户满床，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。当年的恢弘佛寺，如今是断壁残垣，而当年的将士弥勒，如今是苦海守门员。黄梅的肩膀上只剩下两只鸟。法难之后，三宝里已无僧宝，但苦海之岸却有一个僧人缓缓行来。他走近，和黄梅发生了下面这段对话：师兄此番下界，倒是去了好久。这回我又赢了金蝉子。我们开头所讲的前情在这里呼应上，这场黄梅和金蝉子的辩经到底是黄梅赢了，但是输家金蝉子却一声叹息，而后念起了黑神话里最难念的经：祸乱人心，道果为因。我们也随之进入动画的第4小章：诸佛皆伪佛。这里要特别温馨提示，以下内容将是黑神话最黑色的哲学，但是由于过于犀利深刻，如果你是藏传佛教的信徒，或者除禅宗之外的所有汉传佛教的信徒，请谨慎观看。我还是要说明，我们讲的是游戏，不是宗教。祸乱人心，道果为因。金蝉子说的道果为因到底是什么？只是人心颠倒吗？不，并不是。真正被颠倒的因果不是人心，而是佛性。弥勒降世拯救众生，建立净土，这个信条之所以后来成为白莲教、明教造反的大旗，就是因为道果为因，救世从来是果，不是因。菩萨是因慈悲而救世，而非因救世才慈悲。黄梅下界为救世而救世，倒转因果视为伪佛。可是伪佛只是黄梅吗？从十方诸佛为正果放任黄梅去救世，从如来佛因金蝉子忤逆贬他入轮回，从诸佛高高在上端坐云端，把众生当成需自己拯救的愚痴时，佛已经不是佛了。当救世成了诸佛慈悲的正，则慈悲即成了假慈悲；当佛性成了诸佛统治众生的平，则佛性也成了假佛性。当黄梅对金蝉子说我又赢了时，金蝉子已经知道这场辩经的裁判，满天诸佛全是伪佛。黄梅这个假弥勒身后还有弥勒这个假弥勒。当真弥勒以救世为因，要正众生愚痴需要拯救时，他也已经倒转了因果，成了假弥勒。一念之间由佛成魔。
真弥勒这个假弥勒之后，还有假弥勒，是谁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金蝉子手里洒落沙子，在佛教里，恒河沙譬喻极多之树，象征着众生。恒河沙从掌心划过，落入苦海，也是金蝉子对大乘佛教诸佛的叩问：你们留得住恒河沙吗？你们可以让恒河沙静止吗？你们可以把恒河沙皆渡到彼岸去吗？如果你们用神通渡恒河沙过海，不又是黄梅这一场伪佛闹剧吗？是果，不是因。普渡在心，不在成。为救世而救世，救世就成了因；为慈悲而慈悲，慈悲就成了恶。恒河沙入苦海，种下慈悲因，莫求普渡果，这才是如是观，这才是真如来。如此，我们也终于从黄梅的一切有为法，到了金蝉子的应作如是观，首尾呼应，道破天机。不止黄梅，大乘佛教这满天十方诸佛皆是伪佛，孙悟空头上的紧箍象征的这个大乘佛教的秩序就是假弥勒，自认是佛也就不是佛了。金蝉子终于悟到因果颠倒，佛不是佛，入苦海中才脱苦海。于是金蝉子涅槃，佛光普照苦海，真佛终于现身。佛无相，但佛已现。游戏科学也终于借黄梅之口向玩家摊牌。若不能赢，还长什么因果人心？他们不是佛，他们只是赢了。辩经赢者堕入魔道，而辩经输者终成正果。从来没有一部中国动画对于佛学的理解到了这种深度。不过不知道冯骥在做这款游戏时有没有想到，有一天他也会成为偶像呢？回头再来看那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一回动画的 BGM 叫屁呢？我们又得说到黄梅的逆说八戒。早在3年前的预告片里就有黄梅逆说八戒，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，在逆说八戒之前，黄梅还有一段独白。盂兰会上，世尊说过，众生之苦，多因不守戒律，放情纵欲。要我说，放屁。黄梅口中谁在放屁？是世尊，是佛陀。佛陀放的屁是什么？是佛法，是如是我闻。在佛教里，如是我闻的意思是阿难，我听佛陀是这么说的，表示阿难亲自听佛闻说，而非从他闻。而这首屁尽管只有4句歌词，却又道破了佛理：三界四周无所求不可救，这是因果；长夜今朝是非黑白颠倒，这是伪佛；有情众生爱恨贪嗔生死交织，这是戒网；因缘果报忘不了人欲，便是天道，这就是佛法。庄子说道在始逆，而游科说佛法是屁，这就是屁这个名字的来历。游戏之外，冯骥已是黄梅，他造了个叫黑神话悟空的搭包，要让玩家们到里头悟上一悟。不知道看到这儿，你悟到哪一层了呢？是悟到佛法是经，还是悟到佛法是众生，还是悟到诸佛皆是伪佛，还是悟到佛法就是屁呢？天命人啊，你若是悟到点什么，就不妨在弹幕上打下如是我闻。如果没悟到也没关系，就放个屁吧。今天的黑神话赛博辩经就辩到这儿。如果没有辩过瘾的话，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下一回西游路上我们再来辩经。大家拜拜。